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我要来组一台电脑，但如果只是单纯组电脑，有点无聊，所以这次我决定从零件介绍、组装到安装系统、效能测试，拍成一部完整的影片。希望这部影片能帮助到大家，成为未来组电脑的参考。那我们先介绍零件吧。首先 CPU i9-10900适合20执行序，二手价4000元入手。R23跑分多核14225分，小鹰12代的 i5， 单核1320分，连12代的 i3 都比不过。主机板使用华硕的 TUF Gaming V590 Plus， 在虾皮用3500块入手。选择立板是因为它有16项的供电，可以给 i9-10900良好的供电环境。I/O 部分6个 USB 孔也够我用了。记忆体使用美光的 Busson DDR4 32MHz 16GB×2 的版本，是用2000块跟朋友收二手的，黑色的外观非常搭我的 TUF D590。那显卡部分，这次我做了一个特别的决定，就是买了 AMD 的显卡，二手微星 RX6650XT， 支援 AFMF 补帧技术，双风扇，金属背板。以5290元的价格入手。散热器使用君主的 Air Cooler 210，一组1090元。主要特色有全黑化、一体式顶盖、6根热导管，最高能解到210瓦的功耗。再来风扇，君主的 Meadow 120，一颗299元，总共买了6颗。黑底银边的设计深深打动了我，而且它还附有串接头。主机板视频不够用的时候，它可是一大利器。SSD 使用2组 1TB 的 N9PEY， 读写是3200MB 每秒跟2100MB 每秒，是用一组健将疾风仪的滑鼠垫跟朋友交换来的。附有 PCIe 扩充卡 ，M.2 插槽不够的话，可以改插 PCIe， 这点非常不错，我非常喜欢。再来我的旧 WD SN750 1TB， 因为过保了，所以说把上面的贴纸撕下来，来获得更好的散热能力。那电工的话，我使用的是 Final Design 的 Ion Plus 860P， 原价4990元，全模组的设计可以让我依照需求接线，用不到就不用接，来节省空间。对于整线苦手的我来说，简直就是一大福音。最后机壳，联力的 OC Air Mini 只花了我500元，会这么便宜，是因为它的原主人想要在 OC Air Mini 装360水冷，很明显他失败了，所以最后由我来接收。不过幸亏坏掉的并不严重，顶多就是上挡板盖不太起来而已。那零件都介绍完了，接下来让我们开始组装吧。在组装之前，我习惯把主机板放在主机板的盒子上，会比起放在桌子更加的稳固。然后注意看 CPU 保护盖的三角形，等一下安装会用到。安装 CPU 的时候，我不建议戴手套。然后 CPU 也有一个三角形，2个三角形都要在同一边，直接把保护盖压下去，扣住，保护盖就会自动弹起来了。在记忆体有一边会比较长，一边比较短，插槽也是一样，上下按压固定，听到咔嚓声就行了。只有一组记忆体的话，建议选E3槽来插，就是现在主机板的灰色插槽区。再来 SSD， 我先把散热片拿下来，有2种装法，第一种是锁螺丝固定。第二种是扣具固定，会比较方便，不过这种方案通常只在高阶主板出现。再来塔扇，由于我们使用的是10代的 CPU， 所以扣具选择115插脚位的扣具，从主机板背后安装，放上垫高片，扣具孔位对准115插脚位，锁上螺丝后先放旁边。我们先来安装电工。因为这次我们的组装电脑没有传统硬碟，加上 GPU 也很省电，
所以电工线材只需要安装2条 CPU 8 pin 主机板的24 pin 跟1条 GPU 的8 pin 就好。线材的安装只要跟着电工上的标示，基本上不会出太大的问题。装上机壳的时候，也只要注意风扇有没有朝外，就可以锁上螺丝。再来主机板安装，我们只要把它放平，对准锁孔，锁上9颗螺丝就行了。再把电工电源线接到主机板上，主要有主机板的24 pin、CPU 的8+4 pin， 算是非常的简单。比较复杂的是几颗的 I/O 线，这边我用图片示意它的位置分别在哪边，有 USB 3.0、USB 3.2 Type-C、耳机麦克风接孔，最后则是大魔王，就是电源键 LED 信号灯的地方，有 HDD、LED 硬碟指示灯、Power LED 电源指示灯、Power SW 开机钮，都插好后就可以安装塔扇鳍片啦。会现在才安装，是因为太早安装的话，会影响 CPU 8 pin 的走线。然后 Air Cooler 210其中一个孔要转开顶盖的螺丝才能锁到。然后这次使用的散热膏是使用利民的 TF9， 有14瓦的导热系数。涂完之后，把散热鳍片放上去，记得凹下去的地方朝向机体，装风扇的时候才不会挡到。然后锁螺丝的时候，我习惯2颗螺丝一起锁，让它们同时下去，来达成平衡。如果螺丝起子不够的话，也可以交叉锁，尽量避免两边的不平衡。都锁完之后，就可以安装风扇，分别扣在鳍片的两边。机壳风扇的话，我先安装底部风扇，会在底下加2颗，是因为风可以直接吹显卡，加强显卡散热。再来安装前风扇，我非常喜欢它的全模组设计，只要拆下来，在旁边组好，再装回去，真的很方便。然后我手上这个是风扇防尘网，就可以大幅减少清机壳的次数。再来安装风扇模组，组完后放回去，锁上螺丝固定就行了。最后是后排风，再来安装显卡跟 PCIe SSD， 插上显卡，听到一声咔嚓就 OK 了。然后记得要插电源的8 pin 哦。SSD 就不用插了，直接靠 PCIe 供电就行了。好啦，电脑终于组好了。现在我想介绍一下我为这台电脑准备的周边配件。首先，键盘 Rodeo Kojo 的 RK84 3模无线键盘，支援蓝牙 2.4G， 还有有线连接，有可拆卸边框，方便清理灰尘。后面的 I/O 孔 Type-C 是用来充电跟连接的。连接的时候，旁边2个 USB 就有 USB Hub 的功能。我偶尔会拿来接我的插把手把，不然接收器从我的主力机到副机拔来拔去的，实在是很麻烦。
刚好 RK84有 USB Hub， 不用白不用。滑鼠使用罗技的 G304 无线滑鼠，它的配置非常简单，基本的左右中键，2颗侧键，底部是电源开关，使用自家的 Hero 感应器 ，DPI 最高可以到12000 DPI， 延迟最低可以到1毫秒，使用1颗3号电池供电，旁边则是有接收器的收纳位置。实际使用延迟的确是感受不出来，但耗电倒是感受蛮深的，建议可以配备一颗充电电池来使用。麦克风使用旧的 Blue YE-TI-X 魔兽世界特别版，会选择它只是因为它比一般的黑色版还要便宜，绝对不是因为它的金色很好看哦。有4颗收音电容器，收音范围有心形、全向、双指向和立体声，取样率最高可以到 48K 赫兹。我其实不太喜欢这个麦克风，因为我旁边就是马路，家里也蛮多生活音，电容室太容易出现噪音跟噪讯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我现在的声音就是用 Blue YE-TI-X 所录的。萤幕支架是在虾皮买的原木支架，长60公分，深度25公分，高度有 11.5 跟6公分2种模式，看你怎么摆底座啦。平常我是会用到最高，底下空间用来收纳键盘跟滑鼠。再来萤幕 ，Acer 的 CBL22Y 24寸 IPS 面板 ，Full HD 的解析度，75赫兹的更新率，1毫秒的反应时间，支援 VGA、HDMI、DP 讯号输入。然后我最喜欢它的一点，就是它的萤幕射准Delta 1是小于2的，可以说是非常的准。平常我自己拍的影片跟照片，我都是使用这台来做最后的确认。那周边配件都介绍完了，先准备一个 8GB 以上的随身碟，当然有 USB 3.0 更好。下载微软的 Win11 安装程式，选择刚刚的随身碟，按下一步，等段时间就完成了。接下来把制作好的安装碟装在主机板的 USB 孔，开机，疯狂的按 Delete， 进到 BIOS 里面，等等。这边我突然想插一个很有趣的比较，因为我是 TUF 的爱好者，我的主机板都是买华硕的 TUF 系列，刚好我的主力机是 TUF D690， 所以我很好奇，主机板超频界面跟选项会相差很多吗？实际比较后，我发现 D690 新增了2个选项，一个是在性能偏好里面的 Intel 预设设定，这是 Intel 为13、14代 CPU 稳定性新增的补丁。如果是 K 版的使用者，一定要开启这个，毕竟13跟14代在稳定性上出了一点问题。如果继续照之前的状况跑预设 ，CPU 会用不长久。另一个是华硕的多核心增强模式，它在里面新增了90度的效能选项，是让 CPU 控制在90度内，发挥最大的效能。但实际使用下来，以上2个选项在我的 12700K 上面效能差异不大，效能差异大约在 1% 以内，所以我认为这2个选项对12代并没有太大的影响。那现在再让我们回到690的 BIOS 里面，继续安装我们的作业系统。把安装碟优先顺位调到第1，按下 F10 储存，就能进到安装画面。依照指示输入金钥，选择安装位置，一直按下一步，直到安装完为止。那安装完之后，我们还要下载驱动，像是网络驱动、音效驱动，都可以在主机板的官网找到。都完成之后，我们可以先进行压力测试，来测试电脑是否有煮好。这边我使用 R23 进行 CPU 散热测试，我发现最高温度来到84度，我承认温度的确有点高，原因可能是为了省钱买压制力只有220瓦的塔扇，所以稍稍的压不住224瓦火力全开的 i9-10900。不过显卡的 RX665XT 表现倒是不错，最高温度维持在66度。至于风扇噪音表现的话，在预设转速中跑3T Mark 烧机测试，在40到50分贝附近。
日常使用则是在30到40分贝，我觉得我可以接受，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呢？最后到我们最期待的游戏测试啦，在 1080p 的环境下，我先开启赛博朋克2077进行测试，在极高环境下，平均帧数来到86 fps， 虽然表现不错，但实际游玩人多的场景还是会卡顿。我比较喜欢调整到中等画质，虽然画质稍微差了一点，但得到更高更稳定的帧数，我还是比较愿意的。哦，说到这，差点忘了一件事，那就是测试 AFMF 的游戏补帧功能。在人物静止不动的情况下，帧数从80几 fps 提升到了150 fps， 程式开车也能从80 fps 提升到了140 fps 以上，这不就代表我们能有高画质又有流畅的游戏体验了吗？答案是对的，但是它也有缺点，就是开启 AFMF 会有20毫秒左右的延迟，在玩 FPS 游戏的时候，这个东西我宁可不要，不过拿来打单机游戏绝对是我的首选。那射击游戏 PUBG 画质开高，在不开 AFMF 的情况下，平均帧数有150 fps 以上，状况还不错。好啦，谢谢大家看到这边，希望这部影片能帮助到大家组电脑。如果有任何的疑问，也欢迎留言跟我说。最后，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欢迎按赞、订阅跟分享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